哎，小伙伴们，现在夏天了，是不是都开始夏训了？今天咱们用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天跑长距离或者是准备马拉松比赛我的一些好物推荐，咱们看看。夏天训练的时候，尤其是跑长距离的时候，我现在基本都戴这种骨传导耳机。跟传统那种入耳式耳机比，这种耳机耳道开放的，它就不那么闷热，而且有时候那种耳机戴时间长了耳朵一痒，你跑步的时候又想摘耳机挠，就挺不舒服。现在这种骨传导耳机设计的都还可以，戴起来舒适度 OK。我最近在用的这款莫爵 Pure Run 骨传导耳机是封闭式音腔的，它有个挺有意思的技术，叫磁浮动感低音。在听一些节奏感比较强的音乐的时候，挺带劲的。听这种节奏的歌，跑点强度、跑点间歇的时候，挺有感觉，跑的能更有劲儿一点。它除了保留了传统的物理按键，还有 AI 语音的功能。像我平常跑步，尤其是跑点有速度、有强度的时候，有时候按键摁不准，手脏的时候也是。所以现在有这个语音控制以后，我觉得挺方便。而且这语音控制呢，不用一下说很多字，识别的准确度也还可以。你好，莫爵。提高音量，并且语音控制的时候，耳机里有反馈，也不用去想你到底有没有控制成功。因为它是封闭音腔的设计，还支持 IP67 的防水。这个天气一次训练出不少汗，每次跑完步都得洗一洗，直接冲水清洗挺方便。虽然它是开放式这种骨传导耳机，但是其实我跑得快的时候风还是挺大的，并且真正有风的时候我也试过，它的通话是很清晰的，然后放音乐的时候呢，声音表现也还不错。我平时除了听歌，有时候现在跑步也听播客，听播客就要比听歌追求更高的清晰度，这个耳机的声音表现也可以能够把播客里的内容都听清。续航方面，满电可以用15小时左右。对于日常跑步训练来说，不需要每天都充电。如果忘了充电，临时充个5分钟也能应急用2小时。对于一次训练来说是够用的。耳机本体大部分用了硅胶材质，耳廓贴合处用的是硬塑料，贴肤感比较自然，不会黏腻。长时间佩戴下来没有明显的压迫感，跑步过程中没有出现晃动或脱落的情况，整体佩戴的体验比较稳定。关于跑步听不听歌这事儿，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对，我其实大部分时候的训练是戴着耳机的，大部分时候我听歌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没有歌的内容。听播客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更加专心一些。我的观点是，其实平常轻松跑，然后每天日常的训练的时候，听听歌、听听播客没什么问题。强度课的时候，原来其实我不戴耳机，是因为原来用入耳式耳机跟朋友之间交流，就算你可能没有听音乐或者用的是开放模式，别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些尴尬。但是这种骨传导呢就会稍微好一些。然后强度课呢，我不听播客，不听让我分心的东西，就放着点音乐就好。因为主要是强度课前后我还有比较长距离的训练，所以我也带着。但是如果您比方我去体育场要跑一个大强度的这种短距离间歇，那我觉得在这一部分，就是在间歇课这一部分，可以不要听歌。至于比赛呢，如果你是目标比赛、目标赛事，我要冲成绩的，无论是5公里、10公里、半马、全马，我都不建议戴耳机。但是如果是像比方像我去年那几场拍摄的比赛，或者未来6月29号这场函馆马拉松，也不是我的目标赛事，就是一个以赛代练，那就戴上耳机享受赛道就好。然后咱们回归开始说的话题，就是到夏天训练比赛有什么穿着装备和补给的建议。首先是你看这种有檐的帽子，这种有檐的帽子为什么我很推荐呢？就是如果赶上下雨，雨滴打不到眼睛，其实下雨的时候打湿身上没什么问题，就是雨如果一直打眼睛，会对训练比赛有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个帽檐这一块是有帮你吸汗，让你这个汗不会直接流到眼睛。就像那期有一期节目，我说我拍摄的时候要转过来的时候就不行，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汗就会往脸上流，就不舒服。所以这种有檐帽子，如果您有这个戴帽子的习惯的话，可以考虑。如果没有戴帽子习惯，你看这种魔术头巾，这种魔术头巾其实是万用的。秋冬的时候可以护脖子，到夏天的时候可以这样。你看，好多人问我怎么缠，这样，然后这样一拧，这样就缠在手上了。你们看我
以前我很有这个习惯，现在还没有那么热，所以我这几天还没有缠。就是这样跑步的时候，它就当个毛巾，你热了擦一下汗，这种感觉，这其实是挺实用的一个东西。这种魔术头巾。然后下一个就是心率带，我其实是从当年的胸带开始跑步的那种人，但是现在大部分时候我就带臂带。其实我觉得胸带其实最关键的倒也不是多不舒适，你看这种背心还好，如果我们穿那种竞速背心的话，这儿是会看见的，就稍微有点尴尬。然后就是水，你们看，我现在长距离和强度课都带一个水壶放在边上，当然不是所有的地方小伙伴都有这个条件，但是我喝什么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经验，就是我不太冲那个特甜的东西，我就冲基本不含糖的电解质粉。这样的话呢，你喝的时候洒了什么的不会太黏，而且其实大部分时候日常训练不差这点糖，如果差就吃能量胶了。然后对于说没有放水壶条件的小伙伴，现在我在北京怎么弄呢？给大家看一个东西。你看，这正好今天带的垃圾袋装了吃完的能量胶，就这种食品袋它是不漏水的。然后呢，你就把水放这里头，系一个死扣，手里拿着，然后到时候比方说跑了8公里、10公里想喝了，我就咬开一个口喝，然后喝完以后呢，那口你还能给它系上，然后一般我这一袋能喝2次，喝2次有垃圾桶我就给扔了。行吧，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骨传导耳机，跟大家分享一下下训和比赛的一些经验和好用的东西。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讨论的，或者也有什么经验分享，就下面评论区。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